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你是否渴望拥有一颗无坚不摧的心呢？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梦寐以求能拥有这样的心态。坦率地说，我也非常渴望。当我看到那些拥有坚定心态的人，我心里总是充满了敬佩和羡慕。他们似乎能够在生活中面对任何困难和挑战，从容应对，不为所动。而我却常常感到自己的心态还不够强大。有时候，面对生活的起伏和压力，我会感到力不从心，甚至会感到迷茫和不安。我希望自己能够像那些拥有无敌心态的人一样，坚定、沉稳，不被外界的风风雨雨所影响。因此，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千田卓哉先生的《无敌的心态》这本书。作者被认为是拥有无敌心态的人中的佼佼者。这本书对那些面对各种不安、焦虑和痛苦的人来说，将是一本非常有益的书。作者通过进行全身精密检查，发现自己的压力耐受度达到了偏差值90以上，这在10万人中只有1个人拥有。压力耐受度意味着心态的强大。作者认为，他的高压耐受度的原因之一是他的阅读习惯。在学生时代，他阅读了上万本书籍，从中领悟到，自己人生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会成为未来的素材。从那一刻起，作者便拥有了无敌的心态。我们将首先从改变思维方式来增强心理状态这一点展开讨论。就像开头所提到的那样，作者被诊断为拥有数万人中仅有的无敌心理状态，但过去却是一个怯懦的人。那么，为什么他能够经历如此巨大的转变呢？与其他怯懦的人有何不同？答案在于他改变了思维方式。您现在是否也是一个怯懦的人呢？如果您因为感到羞耻而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怯懦的人，并且想要像作者一样变得强大，那么你应该放下这种羞耻的情绪。成为一个怯懦的人并不需要感到羞耻，相反，你应该以此为荣。怯懦的人实际上是一个头脑聪明、想象力丰富的人，他们的表现反映了他们的敏感和头脑聪明，这是证明他们拥有高度智慧的证据。事实上，作者遇到的长期成功者都是怯懦的人，尽管他们最初是极度胆小的，但经过深思熟虑后，他们敢于做出决断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最终能够取得伟大的成就。你也应该为自己是一个怯懦的人感到自豪。但如果您只是沉默，不采取行动，那么您就只是一个没有勇气的人。所以，关键是要利用您的胆小。当您将您的才能回馈给自己的时候，您的人生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。首先，放下对自己是怯懦的人的负面想法，认识到自己是怯懦的人其实是有才能的。然后就是拥有执行这些所需的勇气。如果你是一名公司雇员，或者即将成为一名公司雇员，你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烦恼和不安。你可能会担心自己是否能胜任工作，如果无法完成销售目标会怎么样？如果你的计划都失败了会怎么办？如果你落后于同事，没有晋升的机会会怎么办？然而，只需要记住一个事实，你的心理状态就会变得更加坚强，那就是公司员工最坏的结果只是失去工作。即使你担心的事情都变成了现实，甚至发生了更糟糕的失败，你也不会被逮捕，也不会被迫连夜搬家。毕竟，作为公司员工，你是一个受到公司薪水和教育培训的幸运者。尽管有些人可能因为没有了解公司以外的世界而感到痛苦，但实际上，作者说他们身处的环境是幸运的。作者以前也是公司员工，他提到了他对这个身份的感激之情。他说他希望当初的自己能够更加勇敢地挑战。他也有后悔和反省的感觉。也许将来你会选择独立，也可能会继续过着公司雇员的生活。如果你目前是一名公司雇员，那么你应该感激这个事实。你可以尽情学习，尽情挑战，也可以尽情失败，除非你陷入重大犯罪。否则，无论经历了多少失败，只要你递交辞呈，问题就解决了。你应该充分利用
这个幸运的环境，勇敢地挑战自己，没有必要害怕失败或者悲观未来。然而，如果你选择成为一名企业家，情况就不同了。一旦独立，你就不再像公司雇员那样轻松地学习了。挑战需要巨大的开支和勇气。此外，恋爱也可能会使你之前辛苦积攒的储蓄瞬间消失。所以，可以说，公司雇员是一种幸运的存在。即使你的工作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好，你也应该感谢给予你工作机会的公司。当然，如果工作环境非常糟糕，以至于严重影响你的精神健康，那么你应该立即离开。否则，无论何时都不要忘记怀着感恩之心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探讨一下那些不擅长在人前表现自己的人。如果你不擅长在人前表现自己，那就选择不需要在人前露面的生活方式就好了。有些人可能会认为，不能在人前演讲的人比那些能够在公众场合说话的人挣钱更困难，但这只是生活中的一种选择而已。例如，你可以通过从事写作工作来谋生，甚至可以在不露面的情况下，通过互联网上的视频网站或音频下载服务，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人。未来，即使你决定不在公众场合演讲，也完全可以过上充实的生活。实际上，有很多人即使不在公众场合露面，也比某些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还要赚钱。此外，即使一个人学历再高，他也可能不擅长演讲。许多在演讲方面不擅长的人，仍然能够通过其高超的学习能力，在需要演讲的职位上取得成功。因此，演讲能力与一个人的价值无关。你是否曾因为害羞或社交恐惧而自责，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？与其如此，不如选择一个不需要在公众面前露面的生活，每天都过得开心一些。你不觉得吗？如果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感到困难，那么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去克服。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在不露面的情况下赚钱。你可以尝试挑战自己，不妨利用一切手段来隐藏自己的弱点，然后充满信心地只用自己的优势来竞争，这是完全可以的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改变你的心理，并通过这个过程来提高你的心理健康。虽然大大小小的背叛都会让人感到愤怒，但在商业上，背叛更是屡见不鲜。比如，外部合作方未按时支付款项，内部同事未如约完成工作等等。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背叛发生后一定会跟随着一个事实：背叛他人的人最终都会失败，而被背叛的人只要不气馁，运气就会逐渐好转。作者曾对自己遭遇的多次背叛进行了详细调查，结果与这一事实相吻合。这次调查的目的是为了验证自己所读书籍的教导是否属实。你是否也曾经历过被信任的人背叛后遇到了好事？这里极为重要的一点是，生活好转的人往往在遭受背叛后不会感到气馁，因为受害者如果无法从震惊中恢复过来，很可能会变成加害者。许多新闻中都有受害者变成加害者的案例。这种逆转现象也在孩子之间很常见。例如，在小学时被欺负的孩子上了初中后，可能会变成欺负别人的人；或者在小学时比较乖巧的孩子上了初中后，可能会变成问题学生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明显，就是因为这些受害者感到沮丧而放弃努力。如果一个人一旦感到气馁，那么他的人生就会在那一刻结束。被人背叛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经历，但如果你能从中振作起来，你的运气一定会转好，并会逐渐朝着幸福的方向前进。不要陷入沮丧，也不要考虑报复，因为背叛你的人会自食其果，你并不需要亲自报复。不要像某些剧集中那样大声叫嚷着要倍加报复，因为这是没有必要的。对方会自食其果，你只需要专注于自己的事情。除了背叛，生活中的分离也是一种令人难过的经历。例如，和朋友断交、和恋人分手、失去亲人、离婚、失去重要的商业合作关系、退学、辞职等等。在做出这些决定之前，
你可能会感到消极和沮丧，但当你真正做出这些决定后，你可能会发现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你的人生会有所改善。遇见什么样的人对于人生有着巨大的影响，但事实上，分离也会极大的影响到你的运气的好坏。当然，其中一方离开后，双方的人生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。去留自由，不要为了追逐那些离开你的人而浪费你的运气。正如有句谚语所说，离开的人不必追，请不要浪费你的运气追逐他们。有些人可能讨厌你，事实上，你也许不得不和自己不喜欢的人打交道。如今，因为社交媒体上负面话题的发布成为了一种流行，所以提到自己讨厌的事物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了。特别是在负面话题中，人是一个很热门的对象。你是否也曾经在日常生活中，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讨厌的人的负面评论，或者在酒吧里互相抱怨？如果你真的想要充实自己的人生，那么就应该完全排除花在讨厌的人身上的时间。请想一想，你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在对那些讨厌的人感到愤慨上？如果每周、每月，或者在你的一生中计算起来，这将是一段相当可观的时间。如果把这些时间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，比如学习资格、学习英语等，你可能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人了，不是吗？将对讨厌的人的热情发言时间从你的人生中剔除，你的自由时间将大大增加。对讨厌的人发表热情的言论是毫无益处的，甚至是在浪费生命。说坏话不仅不会让你感到爽快，而且还会使你感到空虚。从现在开始，勇敢地抛弃恶言，这将是一个重要的转变，对你的自尊心和人生都将产生积极影响。最后，让我来分享一条能够让你的心态变得更加坚强的重要事实，那就是你的人生不是在别人看着你时或在别人的面前塑造出来的，而是在别人看不见你时或在没有人的地方塑造出来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你在别人面前的表现并不是自然的，你不可能向他人展示真正的自己，所以你大多数时候都在扮演着一个虚假的自己。然而，这并不是坏事，在公众场合扮演角色是正确的做法，至少在现代社会是这样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没有人看见你的时候，你应该展示真实的自我，不论你在人前表现得多么善良。如果在人们不看不见你的时候行为恶劣，那么这种行为就会影响你日常生活中的情绪和氛围。即使你开始时与某人相处得很好，但后来发现他们是坏人的情况是不是有过呢？通常在一开始就会对某人有一种直觉，感觉他们不太可信，或者外表看起来不太好。事实上，你的第一直觉通常是正确的。不知怎么回事，那些让人感觉不太可信或外表看起来不太好的人，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，通常都会偷偷地做坏事。有些人可能会质疑，扮演一个虚假的自己究竟是不是一件坏事？当然，绝对不能说谎伤害他人，但在公众面前表现出虚假的一面，在现代社会却是很重要的。然而，在人们看不见的时候就不能说谎，在这个时候，活出真实的自我会提升你的精神境界。如果你想变得美丽帅气，就要在人们看不见你的时候生活过得美好。你可能听说过这样的人，过去是美女，但随着年龄渐长，看起来越来越糟糕；或者过去是英俊潇洒，但是多年未见，变得面目可憎。这些人都不例外，都是因为在背后一直过着令人遗憾的生活方式所致。人生的差距不是在舞台上，而是在幕后。长期成功的人非常了解这个事实，而且不仅知道，还会把它作为人生的习惯。你周围的长期成功者或者一直保持美丽或英俊的人可能不多，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过着美好生活的人并不多见。在舞台上活跃的人竞争激烈，而在幕后活跃的人竞争则稀少得多。因此，从现在开始在幕后打磨自己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即使你感到自己未能达到目标，
也无需降低自我肯定感。既然了解了这个事实，你的竞争才刚刚开始。最后，让我来总结一下。首先，人们往往在群体中会不知不觉地产生依赖心理，失去自我。如果所处环境以多数决定为主导，那么这是一个极其危险且离成功很远的环境。但即使在多数决中失败，也不必担心，因为这表明你离成功更近了一步，所以无需过分在意。其次，在失去亲人后长时间沮丧是在浪费生命。在你的记忆中，那些逝去的人仍然在你心中永存。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过上让他们感到骄傲的生活，恰如其分地怀念和尊重他们，并在生活中继续前行，这才是最好的供养方式。最后，只有在人们看不见的时候，才是真正美丽的生活。人生的差距不在于表面的光鲜，而是在于背后的努力。成功者了解这一点，并将其作为一种习惯来实践。他们明白，在舞台幕后努力奋斗的时候，才是真正塑造自己命运的时刻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